你明明保持单身就能无限变强，却穿越到了一个强制分配道侣的宗门。为了不被宗门女修看上，你不仅主动隐藏修为去做杂役，还整天仰着头喝酒。我应在江湖悠悠，快哉快哉！因此你终于得偿所愿，单身了3年，修为很快突破元婴境界。就当你准备保持单身到成仙时，没想到竟被宗门选中参加定情大会。此时会场内站着阴阳宗内仅剩的3名单身男女，分别是被誉为落霞峰第一美女且拥有天灵根的柳如烟，身负大气蕴有大地之姿的天命主角龙傲天，以及隐藏修为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你。这2位任谁看都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自己走走过场就行。而今日的龙傲天则是心情澎湃。我暗恋了如烟师妹整整3年，今天终于要得偿所愿了。他看向远处翩然而立的柳如烟，一脸痴迷。远处的柳如烟身着一袭幽蓝长裙，肌肤雪白，面如霜雪，如同9天神女凌晨，只可远观，不容亵渎。如烟师妹，从3年前我便深深地爱上了你，此生我非师妹不娶。如果师妹愿意跟我结为道侣，我发誓会用我的生命守护你。如烟师妹，做我的道侣吧。此言一出，周围弟子们纷纷叫好，宗门长老也是欣慰地看着这一幕。他们特意将柳如烟和龙傲天留到最后，就是为了撮合他们。2人一旦结合，辅以本宗合修之法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至于你，就是用来凑数的。如烟，时限到了，选择你心仪的道侣吧。柳如烟神情淡漠，目光扫过龙傲天和你，缓缓开口道：我选择。所有弟子屏气凝神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向了他，甚至不少人都准备好了拍手鼓掌，为他和龙傲天欢呼。我选择寒风。听到这话，正准备鼓掌的弟子们全部都呆愣住，龙傲天更是如遭雷击，就连你也是傻眼了。仙子，选我干什么？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我只想好好躺平。龙傲天那么优秀，喜欢你好几年，你不选他，你选我。如烟啊，你可想清楚，合修功法可是对方修为越高，收益越大。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后悔。柳如烟淡淡说道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长老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无奈宣布道：好，我宣布，落霞峰杂役弟子寒风与落霞峰核心弟子柳如烟牵手成功，结为道侣。听到长老的话，龙傲天脸都要气歪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柳如烟，你会后悔的。恭喜宿主首次结为道侣，获得姻缘赐福。从今往后，道侣修炼获得的修为将会10倍反馈给宿主。宿主赠予道侣的功法神通宝物，亦会按照宝物10倍价值返还宿主。虽然没有了单身就变强的赐福，但是这姻缘赐福感觉也不赖。毕竟柳如烟可是宗门里的天骄。感觉这波不亏的你美滋滋下台离去，台下众弟子眼睁睁地看着你将柳如烟一个人丢在了台上，就这样走了。然后又看到柳如烟竟然跟着你走了过去，这一刻，一种叫做嫉妒的情绪在所有男弟子心中出现了。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后，你扭过头来对柳如烟说道：行了，不用送了，你回吧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选你？你眼瞎？柳如烟美目微刹，而后收敛神情，眼神睥睨地看向你。实话告诉你，因为我对自己足够自信，我是罕见的天灵根，我相信只靠自己也能突破传说中的大地之境。我不想要去依靠男人，而龙家势力太大，如果我与龙傲天在一起，太过于约束。选择你也只是因为阴阳宗的阴阳和气功需要男女一起修炼罢了，而且你足够废柴，不会拘束我。这就对了嘛，还以为是看穿了我拥有系统呢。只要不影响我躺平，你爱干啥干啥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我互不打扰，你做你的仙子，我种我的药田，对吧？也不能算是互不打扰，说起来我也拿你当了挡箭牌，确实给你添麻烦了。你努力修炼吧，等你开通灵脉后，每10天可以来找我一起修炼1次，这样对你我的修行都有好处。另外，如果龙傲天找你麻烦，你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会收拾他。这是长老给的奖励零食，你我每人10块，全都给你了。多好的姑娘！你突然感受到了吃软饭的快乐。到了晚上，正当你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时，一股雄浑的灵气突兀地出现在了你的体内。宿主道侣柳如烟修为突破，赐福反馈道侣突破，增长修为的10倍。宿主道侣柳如烟使用秘法升华灵根，赐福反馈道侣灵根升华效果的10倍。恭喜宿主获得变异天灵根风灵根。老婆实在太努力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奋发图强呢？说罢，你咬牙心一横，闭上眼睛呼呼大睡起来。而此时回到住所的龙傲天却是一脸气愤。寒风，你已有取死之道，只要让寒风永远消失，如烟师妹，我还是只能选择自己。来人，龙老大，吩咐下去，今夜让寒风永远消失。是老大。半夜，你的房门被人悄悄打开，正是你们这一块的杂役管事老马。此时看到床上熟睡的你，脸上露出一丝阴恻恻的笑容。
深夜，男人鬼鬼祟祟地打开你的房门，看到你睡得正香，他露出猥琐的笑容，随后拿出一把柴刀，就准备向你胸口扎去。这么晚才来，龙傲天他挺能忍啊。你小子还有几分小聪明，没错，就是龙公子让我来的。龙家有多强大，你根本想象不到，那可是有些单境强者坐镇的，随便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你一个废物，还想跟柳仙子当道侣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哼！你竟是元婴老怪。今夜有月，适合饮酒练剑。红颜祸水啊，看来以后想低调一点都不行了。只有一颗差不多30年份的三针花嘛，正好明天送给老婆试验一下。随后你拿起铁锹，在药铺里挖了坑，将老马埋了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回屋准备睡觉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隐约的窸窣声，只见一只白色的小狐狸跳了出来，吸食着老马身体里残余的灵气。片刻后，小狐狸将灵气全部吸收完了，抬起头，却看到了一旁的你正盯着他看。一人一狐四目相对，小狐狸受到惊吓，刹那间，半空中突然浮现出一道巨大的模糊身影，宛如小山一般大小，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。此时你正低着头，没有看到头上的那一幕，而那一道虚影在出现了半秒钟后便消失了。出奇的是，这么大的虚影，这么恐怖的威势，整个阴阳宗内竟没有任何一个强者察觉到。你是灵兽峰跑出来的灵兽吗？小狐狸见你没有恶意，也收起了恶狠狠的表情。不是呀，我是野生的。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饿了，你不怕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怕你？我可是会说话的灵兽哎。所以呢？身为杂役弟子的你，虽然靠着系统拥有了元婴境界的强横修为，但并不知道灵兽会说话代表着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怕我？我手里可是有铁锹的，一下就能把你拍扁。我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恶意，可你身上没有。别的人类看见我就想把我嘎了吃肉，或者抓住签订主仆契约，但是你没有，所以我不怕你。你还挺有意思的，那你吃饱了吗？没有。我看你刚刚在吃灵气，你是不是以灵气为食啊？对呀，但是吸收天地灵气很慢，所以我才来吸收这个刚埋掉的尸体。这是灵石，给你。这可是灵石啊，比灵气的坚硬的东西，哪怕是自己拥有元婴修为，都难以靠肉身轻易破坏掉。小狐狸就这么嚼碎了，牙口这么好吗？你吃饱了吗？没有，你还能再给我一块吗？你又拿出灵石，递给了小狐狸。灵石这东西对你用处并不大。小狐狸小爪子接过灵石，没有吃，而是收了起来，紧接着便打了个饱嗝。见此一幕，你狐疑地看着他。我怕再饿了，你就不给我了。我拿了你2块灵石，我也帮你处理一下这个人吧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小狐狸吐出一道白气，被抛过的坑迅速恢复原样，并且不断有红色气息凝聚，最后化作一颗红色的小球。这是那个人的血气精华，吃了吧，对你修为有帮助。我才不吃这东西，怪恶心的。这可是好东西。好了，麻烦解决了，我们去休息吧。我们？不然呢？那我去哪？你回你家去啊？难道你没有家吗？我哪有家啊？我一直都是东躲西藏的，害怕被人看见，被人抓走当灵宠啊！难得遇见个对我没有恶意，还愿意给我零食吃的大冤种，呸，好心人，我当然不走了啊！你刚刚是不是说漏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听错了。你放心，我很好养活的，好几天吃1块零食就够了。那行吧，你以后就叫来财吧，来财，来。小狐狸一脸懵，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总感觉这名字哪里不太对。回到屋子里，你倒头就进入了梦乡。待你熟睡以后，一阵粉色烟雾浮现，下一刻，一双修长玉腿从烟雾中缓缓迈出。月色下，一名容貌绝美的胡尔少女悄然出现。你只是捡回了一只流浪的小狐狸，晚上竟梦到妖娆动人的胡尔少女和你双宿双飞。第二天早上，刚起床的你腰特别酸，感觉整个人仿佛被掏空。你看向床头的小狐狸，神色怪异，单身久了，怎么看小狐狸都觉得眉清目秀的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卖掉？回答我 ，Look in my eyes。你在狗叫什么？我只是疑惑你怎么跑我床上来了。说起来，我有点饿了。小狐狸，你去给我做顿饭来。大哥，我虽然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做饭都不会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吃过饭，你带着小狐狸向柳如烟住所赶去。一路下山，你来到了半山腰的豪华住宅区，远远就望见一座精致的2层阁楼，正是柳如烟的住所，透露着浓浓的富婆气息。只是在这个门前，你见到了一个最不愿意见到的人，正是龙傲天。只见龙傲天站在阁楼外面的院子门口，正在跟侍女说着话呢。龙公子，小姐从昨晚开始就闭关修炼了。她说在她出来之前，任何人她一概不见，您请回吧。
没关系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便好。想来突破一个炼气7层，也要不了几天的时间。谢龙公子体谅。龙傲天点了点头，正要扭头看看山下风景，这一回头不要紧，看到了一个最讨厌的人。你竟然还活着！龙师兄，这是什么话？师弟我活得好好的呀，能吃能睡，为什么不能活着呢？手下人找的那个杂役管事太不靠谱，搞不好卷钱跑路，竟然留着这个家伙活到了现在。你来此地作甚？这里是核心弟子区域，不是你一个小小杂役能够过来的。我来此地，那自然是来找我道侣柳如烟的。找我道侣能有什么事？道士龙师兄在我道侣门前徘徊，是有何事？你的道侣？我追求柳如烟多年，你这种泥腿子，竟然要和我的女神做那种事情。龙师兄在我门前向我道侣动手，难道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师妹，师兄我是特意前来祝贺你突破的，想与你说几句体己话，没想到恰逢韩师弟，便想与他交流切磋一下。我没什么体己话跟你说的，师兄请回吧。韩风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的，师姐。自己等了好半天，柳师妹都不让进，这泥腿子一句话没说就能进她的闺阁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欺人太甚。师姐，什么味道？好香好香！正在睡觉的小狐狸闻到三针花的香味后，立刻便瞪大了眼睛，双眼放光的看向那朵三针花。好可爱的灵兽。哼，师姐，看看这朵三针花如何？这三针花是炼制复灵丹的主要材料，看大小应该有几十年药龄，能换几百灵石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此花便送给师姐吧。送给我？几十年药龄的三针花还是比较稀少的，价值几百灵石，对你也不是个小数目，你送我作甚？师弟资质浅薄，用这花也是浪费。师姐天资聪颖，又会炼丹之术，这三针花送给师姐，才算是物尽其用。师弟是个重药材的杂役，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承蒙师姐厚爱，万望师姐收下。那好吧，我炼丹确实需要这个药草，我便收下了。不过我不能白拿你东西，我可以按照市场价的12成来买你的三针花，它价值300灵石，我给你360吧。不用不用，道侣之间说钱就见外了，而且师弟我也确实用不着灵石的。这家伙该不会真的是把自己当成道侣了吧？那好吧，说买卖确实有点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我也回赠你一件宝物吧。你现在被龙傲天惦记上了，这是我的不对，我会尽快安排家族与他交涉的。这段时间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是个护身玉佩，里面有我家常备储存的灵力和法阵，能够抵挡筑基以下3次攻击，只需要输入灵气便可以激活。对了，你现在有灵气了吧？我看你都能打开储物袋了。能了，昨晚吃了师姐给的凝气丹，已经聚集了灵气，可以修炼了。那就好。不过你若是愿意把那个小灵兽送给我，我倒是可以再给你一件更好的灵宝。你还说你不会卖掉我的？我真不是要卖掉你的。那你是要把我送人？你要是敢，我就挠花你的脸，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师姐，不好意思，这只小狐狸我饲养多年，感情深厚，实在是没办法送人，抱歉。抱歉，没关系的，是我唐突了。我这边冷清，要是有个小灵宠与我说说话也好，没有也罢。宿主赠予道侣35年药龄三针花一株，获得10倍赐福返还；350年药龄三针花一株。师姐，师弟事情已了，先行告辞了。日后再得奇珍异宝，还会送与师姐，望师姐莫要推辞，告辞。原本以为他过来是想要与自己双修的，没想到就只是送花而已，而且谈吐举止不俗。在下药老，不知道有想要鉴定什么宝物？药老前辈，我想卖一株灵草，劳烦你帮我鉴定下。寻常灵草，集市上便可买卖，能让小友到我这里来卖的，想来是比较珍惜的灵草吧。是350年药龄的三针花。道友莫不是弄错了，谁会把那么普通的三针花养350年啊？你要是真能拿出350年的三针花，我当场就把这个桌子吃掉。药力充沛，确实是350年以上的药龄了。这一株三针花和炼制数枚足以修复结丹、强者伤势的复灵丹，确实是罕见宝药，可以拍卖。我给小友2个选择：第一，2500灵石，此物卖给我们拍卖场，一次性付清；
第二，拍卖2010起拍，最后成交价格我们3七分。我选择一，直接卖给你们。这是2500，合作愉快。拿到零食后，你正要回住所休息，却突然出现2个神秘黑衣人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个废物吗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哼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情报有误，快撤！行走，走得了吗？这小子够干脆利落的，面对2个刺客的围攻，反杀不超过几息的时间，够果断。有师兄，可是他嘎了人，我们不逮捕他吗？哼，他若是嘎的我宗弟子，那自然是要逮捕的。可这是2个鬼鬼祟祟的刺客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家族豢养的，没个正经身份，嘎了也就嘎了。我倒是觉得这小子挺有趣的，杀伐果断，适合进咱们执法堂。走，跟过去瞧瞧。这里不是杂役弟子的住所吗？这是第1排第8号院子。好了，我们会去查一下就知道了。2人离开后，来到执法堂存放杂役弟子身份资料，很快查到了你的信息。第8号院子住着的人叫韩风。韩风，这不就是柳师兄你的妹夫吗？什么我妹夫？我哪来的妹夫？就前2天，你妹妹柳如烟跟这个韩风结为道侣了，你不知道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这个韩风是什么修为？资料上说他进山门5年都还没凝聚灵气，一直都是杂役弟子，这不扯犊子吗？就刚刚秒杀2个炼气5层的刺客，至少也得是炼气7、8层的修为吧？这件事有点不寻常，他为什么要隐藏修为，甘愿一直做杂役弟子？这小子身上有大秘密。看来我妹妹选择他，不是因为嫌弃龙傲天是舔狗，而是慧眼识珠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师弟，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师兄放心吧。小狐狸，你还记得去柳如烟那边的路吗？记得啊，怎么啦？那你帮我把这个送过去。这是一件中品灵宝，看看系统能返还什么。这么贵的东西，你要送给那个女人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一只舔狗。什么舔狗？说的那么难听。这叫爱老婆，疼老婆，懂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？自己去不是显得有诚意，更能讨她欢心吗？因为他更喜欢你一点，你这么可爱，说话又好听，肯定能把这件事办成的。我要去的话，他会不好意思收的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多替你美言几句的。如烟姐姐，小家伙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今天来找姐姐是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想姐姐了，想要过来看看姐姐。小嘴真甜。真应该让韩风那个大傻帽过来看看，学学自己怎么哄女孩子开心的。整天傻不拉几当舔狗，送个礼物都不敢亲自来送。照你这样，啥时候才能牵到小姐姐的手啊？然后呢？第2件事是什么？第2件事就是有礼物要送给姐姐。这是一件灵宝啊，太贵重了。这是韩风昨天晚上买的，让我帮他送给你。韩风买的这一件中品灵宝，至少价值几千灵石。他身为杂役弟子，还没有修为，怎么有那么多好东西呢？是啊，姐姐，你想想看，他一个没有修为的杂役弟子，却拥有这么好的灵宝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别人不得来抢啊！以他的实力，也没办法发挥出这件灵宝的作用。姐姐，你会帮他收着的，是不是？听到小狐狸这么说，柳如烟也有些犹豫，看着面前这把剑，想着这把剑是不是真的会害了你。不对，我怎么还关心起那个小杂役起来了？小狐狸见他心动了，趁热打铁的说道：“这是他给我安排的任务，要是姐姐不收下的话，回去后他就会打我，还会克扣伙食，太残暴了。”什么？他还敢打你？是不是说的过火了？我可是来帮他追求女神的，可不能影响他的印象。也不是啦，他就是这样吓唬我的，他才不舍得打我呢，他最疼我了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在我看来，他对你一点也不好。等下我就去找他，让他把你送给我，或者卖给我也行。在我这里，你有数不清的天材地宝可以吃，我给你弄个最好的窝，给你找零售好朋友，怎么样？姐姐，你有家人吗？有父母吗？有啊。有兄弟姐妹吗？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怎么了？你有好朋友吗？有啊，
我有2、3个闺蜜。你有很多追求者吧？还有很多修炼资源可以拿，还是宗门里的天骄是吧？是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唉，可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有我了。这句话一出，柳如烟顿时怔在了原地，一股浓浓的愧疚感席卷整个心头。是啊，他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无父无母，没有朋友，没有资源，有个道侣也是有名无实。他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一只小宠物罢了。可我竟然连他仅有的东西都想要给他抢走，我真不是人了。那好吧，他也怪可怜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也挺好的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也还愿意跟着他，真羡慕你们。既然这个放在他那里对他而言不是好事，我就先替他保管吧。姐姐你真好，寒风能有你这样的道侣，简直就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太让狐狸羡慕了。宿主赠予道侣中品灵宝风灵剑1把，获得10倍赐福返还；上品灵宝御风灵剑1把。中品灵宝换上品灵宝，看来小狐狸办事挺靠谱嘛。对了，系统，记得从我记事开始，你就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。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谁啊？是人还是仙？是人也是仙，是神也是意志，我只是一道存在，可以是任何形态。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呢？你可以理解为我是来帮你的，因为你不能修炼，不能自主提升修为。那你为什么要帮助我呢？但是不能回答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的爹娘在哪里？但是不能回答。好吧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称呼？叫我心祖，温馨的心，祖宗的祖。寒风，下个月初1就是祭祖大典了。祭祖大典？你不知道，祭祖大典是祭拜仙道祖师的大典。每年的5月初1，宗门会组织18岁的弟子去祭祖，举办成人礼。每个人一生只有1次机会，在这里有机会得到祖师赐福。运气好的话，能够获得非常厉害的神通，或是觉醒血脉，或是修为大增。差一些呢，也能洗精法水。怎么，这祭祖大典你要去啊？兄弟发烧了，那他妈可是祭祖大典，一辈子只能参加1次的大机缘，谁会不参加啊？而且不去的话，那就是对祖宗不敬，要让长老知道了，把你剥皮抽筋都是轻的。行吧，到时候咱俩一起去就行了。可不光是咱俩一起去，全宗门里几十万人，每年满18岁参加的至少都有1、2千人。我道侣张秀，还有你的柳师姐，还有龙傲天，这些人今年可都是18岁，都要去参加的。这可是一场龙争虎斗啊！要我说，龙傲天肯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光明正大的对付你，到时候你跟紧我，我保护你，咱们悄悄的混过去就行了。既然那么危险，我还跟着你干嘛？你能保护我，我还不如去跟着柳如烟呢，她实力比你强多了。行了，该说的我都知道了，你以后不要再往我这边来了，离我远点。真是冷漠无情啊！虽然我知道你得罪了龙家，是怕连累我，但是记住，保护好自己，我们可是相识5年的兄弟。你依附我走了，有需要尽管来找我。不好，这小子房子里有防护大阵，我刚刚一头撞了上去，好疼啊！这个阵法很牢固，还有这反击的能力，一盏茶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破开。我们这就撤退，等这小子外出的时候再趁机嘎了他。二位这么着急走吗？有时候还挺佩服龙傲天这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接二连三的派人来暗杀，1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。大哥，这小子出来了，看架势是要跟我们打，我们不用撤退了，可以嘎了他。我布下这个阵法是为了什么？那不就是保护自己吗？有本事你们进来啊！就在这时，2道身影正御剑飞过，看清是执法堂的人后，你立刻大喊道：“救命啊！这里有2个刺客！”不好，走不掉了。柳师兄，这小子服毒自尽了。正常，这种人就是家族培养的死士，一旦任务失败逃不掉，会立刻服毒自尽。从他们身上也查不出任何线索。韩师弟，我们是执法堂的弟子，可否打开阵法，让我们进去说话？好的，师兄。韩风师弟是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柳花妖，这是我师弟陆玉发，我们都是主峰执法堂的弟子。师弟见过2位师兄，寒舍简陋，让2位师兄见笑了。可不简陋嘛，你这地方贼来了都得给你留下2袋米哭着走。让2位师兄见笑了。2位师兄怎么知道师弟我的名字？你的大名我们可是如雷贯耳，谁不知道？更何况柳师兄可是柳如烟的哥哥，亲哥哥啊，大舅哥。你这小子倒是挺会攀亲戚的，这才跟我妹妹结为道侣几天，
就喊上大舅哥了。好了，说正事吧，刚才那2个刺客，你知道是什么身份吗？那肯定是龙傲天派来的呗，我没得罪过其他人。你有证据可以证明吗？要是有证据，我直接就去执法堂了。好吧，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，就是刺杀一类的？那倒没有，这是第一次，吓坏我了。是吗？可前几天我们俩还亲眼看见，你一招就嘎了2个炼气期5层的修士，干脆利落。你的修为恐怕比我妹妹还要高一些，资质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上山5年，不愿去成为外门弟子呢？树大招风，师弟只想过安稳平静的生活。心性不错，年纪轻轻资质又好，却不张扬炫耀，这一点在修真界太难得了。师兄过奖了。你想隐藏，可惜天不遂人愿，你还是被我妹妹发现了闪光点，让她甘愿舍去龙傲天而选择你。不得不说，我妹妹眼光真不错，那么多人都没发现你的优秀，偏偏被她发掘出来了。只可惜你也因此得罪了龙家，惹来了杀身之祸。大舅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敢肯定，柳如烟选择自己100%是因为讨厌龙傲天这个大舔狗，又没有其他选择罢。如烟知道你前几天被刺杀了吗？没有，我没告诉他。不错，是个爷们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让女人跟着担心，你小子不错。师兄过奖了。说起来，你被龙傲天记恨这件事，全是因为小妹一人而起，这是我们家把你害了，自然也该我们家来承担起责任。这是我的传音玉简，日后若是再遇到危险，立刻给我传音，我会过来救你。玉公，我是执法堂弟子，有着保护弟子的责任。于私，你的遭遇全是因为我们家，我也应该保护你。多谢师兄，师弟感激不尽。好了，你也算是自家人，需要什么资源也尽管和我说，我也该回去复命了。刺客这件事，我早晚找到证据，狠狠地惩治龙傲天和龙家。师兄慢走。一晚上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，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场小插曲，但对于某人来说，注定是一个不眠夜。已经损失家族里的好几个死士了，这是家族的重要财产，怎么办？父亲要是知道就惨了。孩儿向爹请罪。请罪？你这孩子向来稳当不惹祸，这是做了什么？要来请罪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爹，孩儿不是对柳师妹倾心已久，追求多年吗？前几日相亲大会上，孩儿买通长老运作了一番。当下，龙傲天把他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一遍。听完后，他爹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所以说，你不光害死了家里的4名死士，还引起了执法堂的注意，还同时得罪了柳家。孩儿自知罪孽深重，愿去祖宗祠堂受罚，请父亲责罚。责罚？犯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句责罚就算了，打死你都不亏，大不了老子和你娘再练一个小号。你这老不死的，怎么说我儿子呢？他就是犯了点小错而已，至于打生打死，你要是打死他，看我先打死你。这件事明明就是怪你，早让你去柳家提亲你不去，现在闹出这么多事情来，都怪你。唉，慈母多败儿。闭上你的臭嘴，他是你儿子，他才多大啊？但是肯定不会面面俱到，他有困难了，肯定先找你这个当爹的。他要是遇见事情连爹都不找，只能说你这个当爹的太失败了。我是在气他犯错吗？我是在气他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区区一个杂役弟子，折腾好几天都没嘎掉，这就是他能力有问题。这样的人将来怎么继承家业？怎么让我去跟大哥争抢未来家主的位置？傲天，这件事情你唯一做的可取之处，就是没有亲自去动手，没有让执法堂拿到证据，否则谁也保不住你。只是你这个做事的方式，为父需要好好说道说道。父亲说的是，孩儿洗耳恭听。首先，要对付一个人，要毁掉一个人，不一定非要把他嘎掉，有太多种方法能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下月初一就是祭祖大典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收拾他，废了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废人，一辈子都没法修炼，那样才解气。爹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废人了。一个废人你还3次都搞不定，就算他是个废人，那也别想好过。他能够利用执法堂来对付你，就不能利用执法堂去对付他吗？执法堂里也不是没有咱们的人，到时候给他逐出宗门，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父亲，您这一招实在是高啊，孩儿悟了，孩儿都明白了，多谢父亲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孩儿告退。还是太嫩了点，还得多历练才行。
几天时间很快过去，此时的广场上，阴阳宗参加祭祖大典的人已悉数到场，而众人前方的巨大雕像，据说是一统九界、普及仙法、拯救世界的救世主韩仙尊，受所有修士的敬仰，被世人称之为仙道祖师、至圣先师。而广场上，你和柳如烟站在了一起，龙傲天的目光却始终在你身上，神情中透露着浓浓的恨意，但他并没有出言嘲讽，似乎在等进入秘境，憋了一坨大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钟声响起，所有弟子都安静了下来，看向了主殿方向。只见阴阳宗的掌门和一众长老现身屹立在广场上空。拜见掌门。免礼，你们都是我们阴阳宗的好孩子。今天是仙道祖师诞辰，也是祖师秘境开启的日子。在秘境之中，会随机产生仙灵精，也会有许多虚幻灵兽，击杀灵兽也能够产出仙灵精。你们进去之后，可以根据收集到的仙灵精去跪到祖师爷面前进行祈愿，祖师爷会给你们赐福。收集到的仙灵精越多，就越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好东西。祈愿赐福只有一次机会，全都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了。但是有几条规矩要事先说明：可以争斗，但不允许伤人性命，如有发现，执法旁将严惩不贷。好了，本座宣布，祭祖大典开始。众弟子肃进屏障，传送入秘境之中。好漂亮的仙鹤，要是抓起来烤了吃，一定很美味。秘境内的灵兽都是虚幻的，这一块仙灵晶你先拿着，免得你到最后一块都没有，连赐福都得不到。这就是吃软饭的感觉吗？好讨厌，但有点感动，是怎么回事？柳师妹，好久不见了，别来无恙啊。有屁放，没屁滚。那个躲在女人背后的软蛋懦夫，自己滚出来，跟我单挑，赢了的可以做柳师妹道侣，你敢不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单挑？柳师姐本来就是我的道侣，赢了我什么也得不到。你是修炼修傻了吧？就知道你是个废物，不敢出来与我堂堂正正的一战。韩风，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你一个人，而不是柳家。我与柳家无冤无仇，只是如烟师妹愿意保护你，不代表整个柳家都愿意保护你。而你若还是个爷们，就不要连累柳家。韩风是我的道侣，那就是半个柳家人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小姐说的是，这龙傲天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恶徒。二哥，这个时候和柳家人火拼没有任何意义，先收集仙灵晶，最后在先祖雕像那边再揍这小子，就不信他不去祈福。哼，韩风，你不出来也没关系，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冕是吧？他这次也来到了这个秘境，你大可以躲在女人背后不出来，等我抓到你朋友后，看你出来不出来。哦对了，顺便提醒你一下，我现在已经练气9层的修为了，抓一个4层的杂役，手到擒来。韩风，别怕他，他要是真的拿你朋友威胁你，我们就跟他打。这种卑鄙小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没事，小问题，我也先到附近收集仙灵晶。小心些，不要和我们走太远。穿这么神秘是要干什么呀？是要带我去找好吃的吗？我们得去找王冕，龙傲天明显是冲着他去了，他和张秀可能都有危险。师姐，我得去找王冕，龙傲天去抓他了，我不能让他因为我陷入危机。不用担心我，我能保护好自己。韩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一点修为都没有，让龙傲天找到你，那不是找死吗？赶紧回来！这位道友，拦住在下的去路，有何贵干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龙傲泉，龙家之人，宗门里的天骄龙傲天便是我二哥，想必师兄应该听说过吧？方才我观师兄气势不凡，想必实力不俗，不如与我组队一起去抢夺仙灵晶，所获得的机缘你我平分，不知师兄意下如何？龙家的人，听他这话，应该是没认出来自己。听起来师弟是想邀我去抢劫。抢劫不敢当，给师兄指一条明路罢了。况且人人都知道我龙家势大，就是抢了又如何？他们敢怎么样？哼，龙家之人果然是一丘之貉。看来师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师弟既然与师兄说不通道理，那师弟还略通一些拳脚。你竟敢对我出手，龙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龙家又如何？
你们龙家3番5次派人来刺杀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我们不是已经不死不休了吗？龙傲天，你不是要拿我朋友来要挟我吗？你倒是应该庆幸，宗门规定不允许伤人性命。思玉，你这个长作是怎么当的？这个韩凤年纪18，便拥有此等实力，这是何等的好苗子？怎么在你那里就只能做一个杂役弟子，任由他埋没吗？掌门，韩风此人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他也一直都是杂役弟子，隐藏得很好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修为和资质。我落霞峰数万弟子，我不可能去亲自检查每一个人。失职就是失职，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差点就埋没了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他现在虽然还只是杂役弟子，但实力你也看到了。这次进入秘境当中的人，韩风的实力绝对是最强的那一批。你这老登再逼逼赖赖，休怪本座抽你！好，不说你了。你看你这么多人的，一点不给我这个掌门面子。这次祭祖大典结束后，你收他为弟子吧，毕竟是你落霞峰的好苗子。你要是不要，你看其他峰的长座，一个个可都是垂涎3尺呢，小心被别人抢走了。让他们抢一个试试，是我的谁也抢不走。等他出来后，本座会亲自为他检验资质。还有我们落霞峰的事情，轮不着你们来操心。韩风，你在哪？龙傲天把你朋友抓住了，现在把我们堵在先祖雕像这边了，你千万别过来，不要往雕像这边来。我们先想办法把你朋友救出来，实在不行，你先自己退出，记住，千万别过来。柳如烟，那韩风区区一个杂役弟子，你当真要为了他与我龙家为敌？你是什么人？敢管我们龙家的闲事？小子，你是谁？你知道你手里抓着的是谁吗？那可是我龙家的人，敢得罪龙家，你在宗门内将寸步难行。这些话，这个人也说了一遍，可惜他变成了这样。你究竟是谁？哼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和我单挑吗？怎么，现在我站在你面前，你认不出来了？韩风，真的是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件事出去后再给你解释。韩风，快跑！别担心，我给你报仇。小子，我奉劝你赶快放了我弟弟。乖子。好强的威压，怎么可能？看这气息，自己根本不可能是韩风的对手。君子报仇啊，10年不晚。我退出。龙家全体人退出。这就全部跑了，真是无趣。疯子可以啊，原来你不是没有修为的废人，你小子藏得真深，害得我还担心你。以后我出去了，也能跟人吹牛说我有一个天骄兄弟了。兄弟，你还没祈愿吧？走，咱俩一起向老祖祈愿，让老祖宗显灵，帮你疗伤。先祖在上，后世子孙在下，求您帮忙，显个灵。我兄弟王冕丹田被废，想个办法帮他治疗一下吧。修仙路对他实在太重要了。先祖在上，后世子孙在下，求您保佑韩风，让他一生平安，好好活着。王冕，赐你上古先天外门炼体之术，不死金刚诀，无需丹田，以肉身吸纳灵气于经脉之中，转化为先天内力，大成时金刚不坏，肉身不毁，不死不灭。观你先天风灵根，适配于风属性神通功法，赐你训字诀出篇。观你拥有本尊血脉，为本尊直系后代，特为你觉醒血脉，赐你先天风体。孩子，好好修行，将风之一道修炼到极致。感觉身体变轻盈了许多，对于天地间的风元素也更加契合，还能操控一些风的力量，这就是先天风体吗？真棒！系统在不在？
刚刚那些你都看到了吗？那个训字诀是什么？听起来一点都不霸气啊。训字诀是宇宙至高规则之一，但你得到的只是仙道以下的篇章，可能韩仙尊认为你还没有资格获得完整的训字诀吧。那我如果把这个训字诀送给道侣，会不会返还完整的训字诀？理论上，你现在要了完整的训字诀也没用，但规矩是本系统定的，我也得遵守。你将其送给道侣，我将为你返还完整版训字诀。多谢。第二个问题，先祖说我有他的血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你就是韩仙尊的后人，他姓韩，你也姓韩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现在觉醒了韩仙尊血脉，好处是战力飙升，血脉最为高贵，压制所有人族妖兽，资质变好，受益无穷。坏处是将会有无数大能者想要抢夺你的肉身，对于他们而言，你就是远超一切的灵丹妙药。这么说，我还很危险了，那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血脉这件事。韩风，你终于结束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。哎，话不能乱说，我们可没有担心，担心的只有你一个人而已。韩风，你得到了什么？我和你说，我这次可是出去后再说。对了，张秀呢？不知道啊，之前我和他一直在寻找仙灵晶，龙傲天带人出现后，直接把我抓走了。我和张秀也没有传音遇见，估计他现在还在找我吧。王冕，终于找到你了，那些王八蛋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这个，我丹田被废，基本上没什么希望恢复了。抱歉啊，张秀，以前跟你说了一起修行，一起白头偕老，可能没法兑现了，对不起你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虽然咱们才认识了不到1个月，但也是宗门认证的道侣，你就算是废了，还有我呢，我可以照顾你，咱不怕，我保护你，我养你啊。张秀，王冕，我没能保护你。你被抓走后，我一直在到处找你，在南部山脉上，我遇到了一个师姐，她说龙傲天在祖师爷雕像这边跟柳家人打起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我速度太慢了，飞了几个时辰才来到这里，可我还是来晚了。没事，韩风已经替我报仇了。韩风，这次叫你们过来，本座有2件事要与你说。第一，龙家刺杀你一案，我们执法堂会彻查到底，还你一个公道。日后若是再有人去刺杀你，你可以呼叫执法堂帮忙。当然，如果你单独能够战胜，记得不要杀掉刺客，送到执法堂来，老夫亲自搜魂，也要拿出证据来惩治龙家，绝不会姑息养奸。铁链长老铁面无私之名，弟子早有耳闻，极为敬佩，也相信长老会给弟子一个公道。第二件事，本座观你雷厉风行，有极重情义，心中有正气，资质也好，本座愿收你为徒，接纳你进入执法堂，成为执法堂弟子，秉公办事，执法严明。铁长老，这是要挖人？你小子挖墙脚都这么理直气壮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只要双方都点头，你情我愿，那有什么错？再说了，难道各封弟子都要拜长座为师？那我执法堂还招不招弟子了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本座现在问一下，谁愿意收韩风为徒？众长座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在看到思域长座那阴沉的表情时，谁也不敢举手了。思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收，还不许别人收吗？我还有说不收吗？我也没说不许你们抢啊。哼，你这样子，谁敢抢？怪我了。哼，难与妇人共谋。收与不收是我说了算，我收徒要求很严格，资质差的绝对不行。韩风，我现在给你检验资质。风属性天灵根，肉身强度很高，血脉上有一些特殊灵动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血脉，但应该很不错。还是个厨子。这最后一句话是非说不可吗？韩风，之前我徒儿柳如烟选择你的时候，我还有些不解，但也懒得管。现在看来，你确实很不错。韩风，你可愿拜本座为师？韩风，本座也愿意收你为徒。在我们执法堂有着很多立功的机会，也可以出任务换取贡献。在宗门内，贡献功劳是可以兑换资源的。跟着老夫得到的东西可要比思域长座多呢。在我那里，除了偶尔的指导修炼以外，其他基本没什么事情。以你和如烟的资质，想来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筑基，到时候你们2个天灵根弟子可以成为本座亲传弟子。看不透这思域长座的修为，
想来修为应该是元婴以上的，不过看样子他也没能看透自己元婴的修为。不过我自己不能修炼，在落霞峰还没什么事情可做，能躺平。铁链长老，弟子想问一下，加入执法堂后是不是每天都得干活呀？那是自然，我们执法堂弟子每一个都要经常外出巡查，制止斗殴等扰乱宗门的事件，这是每一个执法堂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想让我做牛马，你想多了。多谢铁长老垂爱了，弟子身为落霞峰的人，对自家长座还是感情深厚的。弟子想陪着道侣一起拜师，万望铁长老恕罪。看来是老夫没有人家司狱长座生的美貌，没办法吸引年轻弟子了呀。好了，你既然选择了我做你的师傅，那就没什么事情了。回去后先去办理手续，成为外门弟子，选择一个住处，安顿好后可以去落霞峰顶峰寻我，为师送你一份见面礼，以后安心修行即可。好了，你们也回去吧，祭祖还没结束，里面还有一些弟子，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得继续盯着的。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呢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个废人吗？哪来的修为？我也想问，你这小子5年了，从没见你认真修炼过，你咋就有这么高的修为了？我只想安安稳稳的活着，荣华富贵什么的我都没兴趣，我只想种种花，养养草，晒晒太阳，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所以在宗门内一直隐藏修为。如果没有这次这件事，你是不是还要打算继续伪装下去？我若是展露修为，岂不是抢了你的光芒吗？我的好师姐。哼，我稀罕。这次倒是对不起王冕了。疯子，你信不信我还能修炼？还能修炼？你的丹田都废了，上哪儿储存灵气？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咱们这片世界在祖师爷开创仙道之前是一个武道世界吧？那个上古时代，听说最强者能够肉身破碎虚空，比肩圣人呢。祖师爷给我的赐符就是一卷上古炼体法门，名叫不死金刚诀，只练肉身，大成是不死不灭，强悍无比。上古炼体功法，意思是放弃修仙，改练武功，还是淘汰了上亿年的武功？我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其实吧，我觉得练武功也不差。打个比方啊，我没有修仙的修为，跟别人打的时候，人家神识一扫，是个废人，结果我出其不意，一拳打出去。可是如今世上练武者如凤毛麟角，你没有任何基础，没有师傅带的话，怎么修炼？说起这个，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听我爹说过，咱阴阳宗里好像有一位老前辈，在结丹期的时候与人对战，被废了丹田，人人都以为他这辈子完蛋了。可没想到，他一个人躲在后山里面，潜心练武。大概几十年前，云霄宗大肆攻打我们宗门，那位老前辈出手了，一拳直接打废了一个元婴修士，之后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拖住对面3个元婴强者。之后那位前辈也随之名声大噪，只是之后又继续躲在后山闭关修炼，并且性情古怪，从不收徒，也没有道侣，就一个人独自在后山练武。可是我就是一个穷小子而已，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请人家收徒啊？我们可以找师傅帮忙引荐一下，请师傅带我们过去，毕竟师傅在宗门里还是很有面子的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拜见长座大人吧。等一下，还有事。师姐，这是我在赐福时获得的一个很厉害的功法，还附带神通，你可以拿去修炼，很有用。你获得的功法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在赐福的过程中足足停留了4个时辰，比任何人都要长得多，肯定是获得了好东西。但是掌门掌座们却只字不提，就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。现在你要把它送给我，这太沉重，我不能要。哎呦，我真是看不惯你俩，道侣之间这么客气干啥呀？真的是，大不了柳师姐你把你获得的赐福也给韩风一份，分享后2个人都能获得2份神通，多美的事情啊！啊，你闭嘴，我的赐福不能给他。也不是不能给，是现在还不能，还没到时候。你这功法我先收下了，以后再找机会还你其他的东西。没事，都自己人。宿主赠予道侣功法神通训字诀出篇，获得10倍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完整版训字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风主殿吧。韩风，本座先前答应过你，你成为本座弟子，本座送你一件礼物。此乃全形风翼，可飞行，可防御，羽毛也可以用来对敌，炼化后会藏于体内，即便是受损，你疗伤时也可以顺带将它恢复。你拿去吧。
多谢师尊赠宝之恩。弟子还有一事相求，我这位好友在秘境中被龙傲天废掉了根基，从此无法再踏入仙途。他想要学习上古时期武道修炼之法，听闻后山有一位老前辈，武功堪比元婴期大能，弟子请求师尊出面，带我等去见一见那位老前辈。你这位朋友也是我落霞峰弟子，按理说也归本座管辖。不过排山那老东西性情古怪得很，不好沟通，喜怒无常。以前有不少人去找他，想要请他收徒练武，但都被一一拒绝，给的奇珍异宝、灵石宝物全都扔了出去，连掌门的面子都不给，更别提我了。我跟他说不了几句话就得打起来。长座大人，听您这么说，那位前辈淡泊名利，不恋财物，一心追寻武道，是个值得敬佩的人，别人没什么礼物能够打动他。那么如果我有一件上古炼体神功呢？上古炼体神功？那些东西早就失传了，也许只有那些传承了上亿年的老势力才会有。你又是哪来的所谓神功？是赐福给的，仙道祖师也给了我炼体神功。此言当真？那功法叫什么名字？怎么办？要不要说出来？这长座不会抢我的功法吧？可以，还算有点防范意识。只不过本座不会去抢你的功法，消息也不会泄露出去。仙武不能同修，即便是当年的仙道祖师爷，也是舍弃炼武后才修的仙道。不是，长座大人误会我了，实在是这个功法的名字过于离谱，弟子怕说了您不信。啊，什么功法？能有多离谱？这个功法名字叫做不死金刚诀，炼至巅峰，肉身不死不灭，天下无敌。任何功法修炼到极致都能天下无敌，可又有几人能够修炼到那一步？不过你这个不死不灭的功法，听起来倒像是能够增强肉身强度和生机的功法。要想打败敌人，自己先得比敌人更抗揍才行。那您看我这个功法能够打动那位老前辈吗？不清楚，毕竟我也不懂武道。不过送武道功法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以这老东西沉迷武道的性子，说不定还真能打动他呢。把你的功法分别记录在这2个玉简里面，先把前半部分给他看。他若是愿意收你为徒，你再送他后半部分；若是不愿意收，那半部功法他也练不成，你也没什么损失。多谢长座。我带你们过去吧。不过那个老家伙可是不太好交流的，他要是打你们的话，你们记得快点跑，我帮你们拦住他。这里就是排山那个老东西住的地方了。咦，怎么还有人在这里？众人看去，只见龙傲泉和他爹站在门前。寒山老前辈，晚辈乃是龙家子弟，100年前您与我爷爷龙青梅乃是至交好友，现在晚辈有要事相求，还望前辈见上一面。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你见我一面都难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前辈，是这样的，前几天不是祭祖大典吗？混进去一个恶徒，我儿子没招惹他，他却将我儿子的丹田打废，此生再无修仙的可能，断了他的仙路啊！前辈您当年也遭受过这样的痛苦，想必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吧？果然是无耻恶徒，对同门下手都这么狠，这样的人应该立刻击毙，以儆效尤才行。后来呢？可恨啊！那恶徒虽然品行卑劣，但奈何资质不错，掌门将他保下来了，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呢。哼，诸如此类，死不足惜。算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想让我帮忙嘎了那个恶徒？不，这点小事哪能劳烦前辈您亲自动手啊？只是我这儿子眼看着仙路无望，我们这些做家长实在是于心不忍啊，这才带着厚礼来拜访前辈，希望前辈看在晚辈爷爷的面子上，能收他为徒，让他跟着您习武。说完了没？说完了就滚吧，带上你们的礼物滚。前辈，晚辈是真心实意的，我儿龙傲泉是个好孩子，平日里帮您打杂、挑水做饭都不在话下，只要您教他武功就行。这么好的孩子，不该就这样毁了一生啊！万望前辈恩准，哪怕是看在家族的面子上，给几分薄面，随意指导一二也好。若不是看在龙青梅那老东西的面子上，你们连我的面都见不着。走吧，再来烦我，休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这……还有上面那伙麻烦精，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好雄浑的血脉之力，是个练武的奇才。你是何人？前辈，晚辈是……没问你，我问的是你身旁那小子，看起来一副不像是好人的样子，瘦瘦巴巴的。无耻恶徒，
你骂我？前辈，晚辈不是骂你，是自我介绍而已。晚辈就是龙家人口中的那个无耻恶徒龙傲泉，就是我打废的。哼，狗贼韩风，你也知道自己是无耻恶徒了是吧？对同门下此狠手，料想也是个心狠手辣、作恶多端之辈。既然你送上门来了，那老夫就替掌门清理门户了。